要想盆景早日成景，除了蓄养，没有其他捷径。养的过程是按照造型要求把枝干定好位，合理的施肥浇水，尽量的少干预它，给树桩更多的自由生长时间。这盆榆树从一个树兜到枝干蓄养，花了8年的时间，算起来应该是比较快的。在整个培养的过程中，花时间最多的就是这些根。看看最后定一个什么样的型比较合适。想玩一个高提根，像这样提根做一盆临水盆景也不错。再试一下悬崖的效果，这样好像感觉更好一点。这个树桩最初就是按照悬崖进行培养的，根与干的过渡已基本形成。往上提，根必须修剪。不做高提根，这种老根留了也没多大意义。只有萌发的侧根才有更强的吸收能力。这条也剪短。这个季节气温比较高，水多，要防止结口腐烂。用这种药膏在结口上抹一点。药膏是油性的，干不了，抹好了就可以直接种上。根比较长，用这种高盆，先把树根放到底，再倒入盆土，像这样往上提，再倒入土，这样反复进行。树根理顺了，也会与盆土接触紧密。提到一个合适的高度，再把土倒实，把树根固定好，向后拉，再把根的前端抬起来，根向后拉受力，竖势朝前，这样才能形成根的抓力，使整个盆景在视角上产生平衡感。悬崖盆景最大的特点，树层倒挂，枝干逐级往下垂或者是斜飘，不断改变它的生长角度，但总体的方向保持不变。这就是自然状态下悬崖树的生长规律。上端固定好，从这一点把树干向外撑开，利用树的张力，整个盆景就固定好了。从这个方向看，是不是有了一点悬的险峻感觉？玩悬崖盆景，关键的地方在根干间形成的下旋角度。这个干的弯曲是自然形成的，这个里面全空了。从这里开始蓄养，这个干的面很薄，加工的时候保留了树干基本的轮廓。用石榴合金处理之后，已经形成了碳化面。榆树的愈合能力是非常强的，随着这些愈合组织的堆积，会更加自然。悬崖盆景最突出的地方是它的根，根不仅仅给人一种平衡感，根更能显示树桩的苍老感。因此，在选悬崖树桩的时候，首先要看它的根基和第一弯的角度。培养时也是从树根开始的。悬崖树的出枝规律是枝条向上生长，然后是顺着悬崖树势向外伸出。对悬崖盆景的修剪要按这个规律进行。朝内的枝不要留，除非你想改变它的生长方向。对枝条的修剪不要一次剪到位，尤其是初玩盆景的时候。有句老话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修剪要循序渐进，逐步的把它剪到位。先留一些，
不同方向生长的枝尽量不要留。像这个枝上下出枝，剪掉过渡不好的枝。叶类枝不要留，这样主枝就基本形成了。枝基本蓄养到位，牺牲枝，尤其是这种直行枝不要留。从这一点到向外的侧枝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，这就是每个点形成枝盘的高度，也是树枝之间相互呼应关系的形成。这个枝现在看来还可以，等枝盘长成就会拥堵，剪掉之后这个空间就量产了。再进行一次疏剪。悬崖盆景干的末端生长是比较慢的，成型主要是由这些侧枝组成，这几乎是所有悬崖盆景的特征。因此对末端修剪要留有余地，保持它的自然状态是最好的。现在再看这个树桩的走向，通过续剪所形成干的走向，倒旋回转，过渡自然，基本的轮廓出来，瞻仰枝盘就比较容易了。出完盆景重在养，而不要急于求成，起步就开始盘子造型，那样是很耽误时间的。我是三全农场，下期见。